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0月24号。昨天视频是跟家人们聊到，比特币在历史上底部的时间跟它减半的时间会提前1年，而且在底部跟减半的时间区间里面会有一个维科夫的2次积累，月线里面接近5到6个月。每一次历史都是这样子啊，所以目前的走势有可能月线目前是在震荡，或者等下来跟家人们聊一下。那现在震荡的区间，这一个微科夫积累的形态还有哪一些支持点？比如说上一次硅谷银行爆发的时候，其实它打出这个2万的低点，但是希望是朋友们去年或者是整个2万下方没有听我建议抄底的，在这个位置一定要给我重仓满仓，到现在还是在继续持有，或者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它一般突破这个颈线位也是会有2次这种最后支撑点，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这个 LPS， 或者等下来跟家人们聊一下以太坊或者是狗狗币短线稳住了没有。当然我的观点是，你如果最近要做的话，程序交易前面2天也是狗狗币有给了一笔多单的建议，是在 0.077 哦。我是感觉这2天狗狗币打出的一个下影线，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大约是在 0.076 或者是 0.077 附近有一个支撑区。要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这个位置稳住了没有啊？前面几天是一直在跟大家讲，也就是上一次这个 28.8K 它这个位置不能破啊，现在是回到这个矩形，甚至上一次这个位置有一个程序交易的单子是给了1比5的一个盈亏比，在这个 27.8K 附近啊，现在是破的话，但是它还在反啊，那盘中在反没关系哦，我们先忽略，我们要到收盘的时间节点去观察，它必须给我收到这个上方，也就是接近这个矩形一半的上方，那有可能是说明主力的决心，它这个位置不想破下去，你至少要给我收盘翻到这个上方，而且收盘翻到这个上方以后，短线的一个观点是不能再破这一个，也就是这一个支撑位，矩形的一半。收盘的时候不能再破，然后我们观察一下目前整理的形态。昨天是在月线里面的这一张图形有跟大家讲过，第一波上涨这边是确定啊，就是牛市已经开启了，或者是15年见底的时间，它跟16年7月份实际减半的时间也是相差了近1年多，或者是19年实际见底的时间跟20年5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的时间也是相差了1年多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昨天不是有讲到，这边如果是第一波确认上涨，已经是牛市开启，那这边是第一波上涨，这边也是第一波上涨，或者是这边也是第一波上涨，看市场的环境以及资金的推动，或者是价格的一个位阶，它有时候推动起来，比如说这一波是涨了1倍，那历史上一般像这个位置是3倍，这个位置也是接近2-3倍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2到3倍以后，这边不是开始有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区间，其实目的是为了洗盘，洗到位以后，我估计有没有可能在今年的10月份，只要它类似这种整理的形态，或是类似这种，应该不会跌的这么深，我估计有可能就是横向震荡，最多可能是在 25K 支撑附近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。因为可以看一下历史上这个位置也是月线整理了5根，或者这个位置是6根，会再继续开启一波上涨的行情，目的有可能就是为了挑战这种 N 型的一个高位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个人观点，目前有可能整理到位以后，它到时候会去挑战36000，甚至去突破这个48000的高点。然后它长线如果是月线真的要再整理5个月，我们要去留意一下这一个微科夫整理的形态。在周线里面，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到，其实在22年的这一个5月份，它当时是首次遇到支撑啊，就是下跌第一次遇到支撑，后面是来了一个恐慌抛售的高潮，这边是一个自然的反弹，甚至压回来，其实周线里面也是可以明显的观察出来，就是不断的在测试，就是2次测试或者3次测试，或者是整个机构或者是一些大户全部都是在积累。但是像这种挖坑的位置，有时候是会有一些事件，就是主力会利用一些事件来进行一个挖坑，然后这边突破以后，其实
这边是有一个 SOS， 就是强势的一个信号，基本上是在这个位置都已经确认，已经是突破了这一个黄色的，也就是整个大头肩底的一个颈线的一个支撑位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右侧的一个位置啊，其实从这边低的一个区间开始，这边就已经开始走一个强势的信号，特别是这根 K 线出来之后，也是在呼应整个底部的一个塔形的一个形态，然后在这边再继续整理一个区间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出来之后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最后支撑点 LPS， 就是这个点位是在撑当时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的时候，这边是很重要的机构的一个重新测试的积累区啊，所以这个支撑点位是非常的关键。上一次不是在这个位置跟大家讲不会再破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图形啊，也就是微科夫积累的形态，它在这个位置突破出去时候，这边有一次 LPS 就是最后支撑点，还有一个就是强势信号出来之后，这边不是有压回，还有一个支撑点。所以就是目前周线里面，我们尽量观察它会不会来踩这一个颈线的支撑，因为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历史上比特币如果是有 M 头或者是头肩顶或者是头肩底的结构，一般突破的位置它都会去测这一个颈线啊。目前的话2023年这一个大头肩底的形态突破到现在都没有测试过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20年当时疫情爆发的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头肩底，这边它是突破完以后有一次回踩的确认啊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确认完以后，后面行情就开启一波分流的行情。但是我的观点是，现在它整理的区间，就是这一根上涨出来以后，后面的这些所有的 K 线整理有可能类似这一个区间的一个整理，只是它时间可能不会这么快来一波分流的行情。那我们看一下历史上还有一些位置，比如说15年的底部，这边是一个复杂的 W 底的形态啊，它是一个牛角尖，两个牛角尖上去以后，其实想跟家人们聊一些思路啊，就是看到很多朋友，你要看空间低档的位置，不要看这种是不是一个高点，两个高点，是不是什么一个 M 头还是什么，不要去管这种。一般我看空间，如果是它或者是时间它跌了1年多，看到有这种，我估计都是一个整理的形态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边变形的一个 W 底，在这个位置突破完以后，它这边是不是重新压回这一个颈线，也就是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重新压回确认支撑过一次，然后再突破完以后，这边也是区间震荡。所以目前的区间，我个人观点也是不排除类似这种区间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形态哦，刚刚是有提到，也就是比特币它最好在收盘的时候能站上这一个低点的一个支撑，现在是变成压力啊，就是 27.8K， 现在价格是在 20MA 下方，也就是我们散户的生命线现在是被跌破。另外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20的成本目前是在这个位置，所以未来有一段时间20的成本只要它价格能站上是还好，如果站不上，就是20的成本会套在这个上方。但是整个中长线我的观点还是不变啊，目前就是牛市啊，这个价格是在所有长期主均线，比如说这一条250MA 的上方，所以我个人观点有压回该买的话还是应该要买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以太坊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整理区间啊，也就是前面这一个启动的位置大约是在$1820附近，这个位置有一个短线的支撑。然后也要反一点啊，它有没有可能继续来测前面这一个头肩底形态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就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头肩底，在这个位置突破完以后，它不是有回踩这一个支撑，这个支撑位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区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短线的一个支撑，就这2天看到它连续打下影线，就这个 N 型啊，这整个整理的区间，我感觉这个位置应该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，到底会不会在这个位置撑住，也是要观察这个比特币会不会撑在这个27K附近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